远古潘大陆之谜啊，在奥斯佩书里面就说啊，地球上一开始是一片大陆，周围都是海洋。后来呢，由于地球的旋转啊，一片大陆啊就分成了5片大陆，分散到了地球的各处。这5片大陆呢，和我们现在地球上的大陆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它们分别是亚洲、欧洲、非洲、美洲，还有一个大陆呢，不是澳大利亚，而是潘大陆，在太平洋。有人肯定会问啊，那这个潘大陆是不是就是史前的母大陆呢？其实它比母大陆的说法呢早了半个世纪。远古潘大陆的文明到底是如何沉没的呢？上面的人又去了哪里？据说呢，有一部分还来了中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远古潘大陆之谜。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嗨，大家好，小唐。在远古呢，当时的神啊让人直立于地球之上，于是呢，第一代人下降到了地球之时呢，第2代人啊是由天使变成的，他们能够知善恶。那些具有更高光明的人呢，被称为信仰者一心，因为他们认识到了就是智慧创造了一切的万事万物嘛。而那些光明较少的人被称为德鲁克或者是伊环，因为他们的信任更多是来自于有形的存在，而非灵性的存在，因为他们只相信眼见为实。而信仰者一心啊，就被称为是被神挑选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可以统治有形世界的神嘛。但是德鲁克呢，则被称为神的敌人，因为他们只知道战争、死亡和牺牲生命。所以这2种人类啊，从最初一开始就生活在地球之上，直到今日。神就说，如果人遵从了不杀人这个命令的话，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但是人类呢，却曲解了这句话，人类就沉溺于自己的自负之中，他们经常的相互分裂、战争，所以导致了瘟疫啊，各种疾病就降临于他们身上，所以就导致了人类进一步的崩溃。而野蛮的这个伊环和德鲁克呢，他们都十分的残暴，相互战争，就影响到了神的子民一心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神就觉得那不行我要救这个一心而当时主要的人口呢，都集中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中心潘大陆上面。而传说潘大陆呢，就位于南太平洋的中心是由3个大陆构成的。它在南太平洋中心占了很大一片区域，相邻的大陆之间都有一条狭长的海峡，东西长8000公里，南北宽大约5000公里左右，总面积大约为35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倍的中国的面积。那潘大陆呢，有6400多万人口，分别为10个种族，主要的人种呢有白人、橄榄色皮肤的人，还有黄种人、褐色人、黑人等等。但是这些种族的信仰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崇拜创造神加后瓦，他们相信灵魂不朽，而且他们的智慧极高。潘大陆的人建造的水平也很高，到处都是高大的雕像、石碑、神庙。这里的建筑全都是用巨石堆砌起来的，而且有整整齐齐的石头铺成的道路，以及有水渠。而且在这片区域呢，还能够看到一座座恢宏的宫殿，墙壁上呢都镶有金属的装饰，看上去呢非常的富丽堂皇。除此之外呢，这个高等的史前文明也有着非常先进的航海技术。他们的航海能力呢和现代人类差不多，他们乘着大船在地球上航行了许多地方，在各个地方呢都建立了许多的殖民地。纵观当时的世界呢，可以说是一片繁荣的景象。当时的这个潘大陆文明是最早的史前远古文明了。而这个史前远古文明的故事呢，还被记录在了现在印度寺庙的一些古代的石板上面。因为有一位印度的古僧呢解读了出来，他说那些古代石板上面记录的就是太平洋上面的一个沉没的史前远古大陆的历史。书中就说呢，神建造了这个5大洲嘛，所有的凡人都居住在那上面，他们在那上面都建有许多的城市、国家以及有学问的人。但是只要他们在光明中崛起的时候，就是繁荣了以后，他们总会再次的陷入黑暗之中。变坏之后的这些人死了，他们的灵魂又非常的渴望回到地球，所以这些灵魂又会返回到凡人身上，就像投胎一样嘛，绑在他们身上，就激发了这些新生的人类去做坏事。所以这个潘大陆就已经陷入了黑暗的循环当中。那神看到了这一切他就命令天使去地球上去找那些罪恶的黑暗灵魂，把他们全部都聚集在这个潘大陆之上。因为神说，我想要在这个潘大陆彻底的拔除他们的根基，而不让他们把我的这个神的子民一心拖入到毁灭之中。神就说，我查看了地球和氛围界的很多记录，就发现了由于那里作恶的人太多，这个潘大陆已经黑暗循环无法挽救了，就像是外部治疗肉体上的疾病，而疾病的根源却依然存在。所以这个贾侯瓦神就说呢，我要修剪地球潘大陆的区域，将其劈成2半，沉入海洋之中。而天界呢，也将不再容纳黑暗的灵魂，因为我要彻底的撕裂他们的基础，让他们彻底消失。因此天使们要下到这个地球上来接收他们死后的黑暗之灵，
将那些人在水中丧命的之灵呢收集起来，我在这个天空之中给他们提供一个地方，你要把他们圈在这个天空之中，让他们无法逃脱，但也让他们从这个邪恶之中慢慢的开始成长，慢慢的变好。从此地球和天空将在我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重新开始。于是神就来到陆地上，呼唤他的子民一星呢从藏身之处出来。于是成千上万的一星就出来了。神就对他们说因为你们是地球上唯一遵守我诫命的人嘛，而且我在你们的后代中也看到了正义，因此你们要建造很多的船只，因为我将来会在地球上发动大洪水，这个洪水的体量呢甚至会超过地球上最高的山峰，因为我要将其彻底的毁灭，去净化地球上的一切。所以你们应该拿取所有的可用的食物呢，以及全部都收集到这个船上，因为洪水将会持续150天，你们不能够出来去找吃的。于是一星听了神的话呢，就去准备了。但是一星不怎么会造船神就命令天使去指导他们，启发他们造船。无论是在山谷还是在山上呢，他们建造了整整2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也就是诺亚方舟了。完成之后，天上的天使数了一下船的数量，总共有138艘。那么这些船就停靠在山上的山谷里面。那是在12000年前，在一个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呢，神就命令他的子民一星全部都进入船内。当他们进入之后呢，在同一天天地之门就打开了，地球当时摇晃不定像海上的船一样。大雨呢倾盆而下，强烈的雷声呢从世界各地传来。潘大陆呢就被神用强烈的地震一劈而成了2半，沉入了大海之中。而海水呢渐渐就淹上了陆地，先是在山谷中，然后就淹到了山上，以至于山上的船呢就开始在水上漂浮了起来。然而陆地整个被吞没了，山峰山谷所有的生灵全部灭亡，只有在船上漂浮的一星人幸存。贾霍瓦就说我数了数，他们得救的人呢有12420人，这些呢曾经就是双脚行走在地上的第一种人类，他们幸存下来的全部了。神说我要把他们带到地球的各地重新填满。于是神就将他的子民船队分成了4部，有朝东、朝南、朝北、朝西分散行走，每支有34艘船，除了2艘船队分配到了另一个船队中。而贾霍瓦就给船队命名一支船队叫古塔玛，一支叫山，一支叫加菲斯，一支叫韩，一支呢叫伊斯塔。在大洪水发生之后很久一星们就出来，就开始在船上往外看，发现天空开始变得明朗了，彩虹光芒照亮了他们所到之地也就是神带领子民们到达的地方。所以在洪水开始的150天之后呢，船队们就被带到了他们各自的地方，他们就到达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名为古塔玛的船队呢被带到了东方，而他所降落的国家呢也被称为南美洲，也就是未来的玛雅文明。而古塔玛的人民最后发展到了拥有1000个大城市和3000个小城市，他们没有统治者，只有市长来服侍他们。而一星称他们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最后呢，他们在21000年之后消失。被带到北方的2艘船只被命名为伊斯塔，在潘语中呢叫 Japan。 那这个国家呢今天被称为日本，寓意为潘大陆的遗迹，因为它位于北方，那里的陆地呢被分成2半，所以这样呢他们就在潘大陆剩余的这个岛屿，也就是日本定居了下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可惜的是，在1000年之后呢，已经无法界定一星人种的区别了，因为他们与当地人混居嘛，慢慢的一星人就被稀释消失了。但是他们将当地的野蛮人呢救赎成了懂得智慧和和平。那带有加菲斯队伍的名字呢被驶向了西北方，那一片土地呢被称为加菲斯，数千年以来呢一直沿用至今，最后呢被称为中国。之后呢，加菲斯的子民呢就拥有了2000个大城市和7000多个小城市，他们一直保留着这个名字，一星称他们为灵光之民。最后呢，他们在21000年之后消失。带有善名字的船队呢登陆了南方那一片土地被称为善。数千年以后呢，被称为古印度。他们最后拥有600个大城市以及2000个小城市。他们也没有国王，也是市长来服务。最后一星称之为真光之民。最后他们因为种族混合太多呢，变成了如果有了子女呢，就会失去生育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在12000年以后就消失了。带有韩名字的舰队呢登陆了西南方，那一片土地被称为韩。数千年以后被称为古埃及以及非洲。他们拥有1200个大城市和3000多个小城市。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混血，没有失去生育能力，但是他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比其他的信仰者更严重，所以他们与伊环人大量的混居，而变成了没有独立的民族，也就是在21000年之后也消失了。神就说，我的子民在不同的地方会展现出许多共通的符号和言辞，他们将铭记大洪水，将崇拜贾后瓦。
而且他们将拥有星月的形状，他们将拥有三角形状，他们将会把月份呢更替为4天作为圣日保存，称之为月亮日，而且他们呢将接受割礼。神说我给他们所有人7个禁忌，第一个就是诱入的邪恶，第二个是肉体上的邪恶，第三个是戏谑的邪恶，第4个是无用，就是偷懒和摆烂不行，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第5个呢是虚荣，第6个是不可以喜爱毁灭，第7个是不可以渴望领导的权利。神就说只要他们犯了以上7个禁忌呢，这就是死亡的首要人选。还有3个代表性的光符呢，就是太阳、月亮和燃烧的火焰。神说我的子民将在我安置他们所有的地方使用光源和符号来进行标志和节日的庆祝嘛。那个时候呢，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民众所在的地方人们相互交谈都是同样的语言。然而在地球的各地呢，仍然有住着地底人，他们的肤色呢是黑色棕色的，居于地下，具有很长的手臂以及弯曲的背嘛，裸体而无知，因此呢他们被称为德鲁克。他们在那场大洪水之中躲在地底，而部分活了下来。神就对这个天选之民伊辛就说这些土地呢是我给你们的，你们不要与这个德鲁克混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能力也不是永生的继承人。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城市继续建造土丘以及有梯子的城市，仿照古人的方式建造。地球的各地呢都要建造。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呢，所有的人都遵守神的诫命，世界所有的区域都生育繁殖，太阳下面没有任何的战争发生。那么在3000年之后呢，成千上万的城市和数十万的居民遍及了地球各个角落，他们建造了船只，在海上遨游，并居住在其中的岛屿。祭坛和寺庙呢，以及绘画刻字都已经发展了出来。神说这些知识呢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符号，而且他也派遣了天使到人类当中去激励他们在形象以及雕刻品上的工艺。人透过这样就完成了神的各种命令。无独有偶呢，在西太平洋上就有一个小型的岛屿，它的名字呢叫波纳佩岛，只有3万多人。但是在它的东边呢，有一座名为南马尔多的美丽的海上城市。这个南马尔多呢，有近100座的岛屿建成，每一个岛屿上呢都有大量的玄武岩建筑和寺庙以及房屋，所以岛和岛呢还有一条水道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南马尔多在考古学上很神秘。首先就是城市周围没有任何的水源，想要用水呢，必须要从大陆上运。城市里最高的建筑是5层，它的基底呢却是在水底，而且每一块巨石呢都有50吨之多。这么大的石头怎么可能被抬到水面上来呢？按照南马尔多官方的说法呢，这件事情更加令人困惑。官方就说，哪怕是数千人同时动手建这座城市，恐怕也要数百年才能够完成。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巨石中间居然连水泥之类的粘合剂都没有，但石头之间的缝隙呢却能够完美的连接在一起。而且在太平洋的各个岛屿上呢，也有很多类似于南马尔多的建筑，比如巨大的巨石拱门、石柱雕刻等等，无处不在。那这些遗迹会不会都是潘大陆沉没之后而遗留下来的岛屿遗迹呢？或许南马尔多原本就是建在陆地上的，只是在这个潘大陆地震之后城市部分沉到了水下而留下来的。在1986年，在日本南部的与那国岛呢，也发现了一些类似于建筑的奇异的海底结构。琉球大学的这个木村教授就认为那应该就是沉睡的史前大陆的遗迹了。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潘大陆难道是史前真实存在的文明吗？在那些日子里呢，这些各个国家的大陆上面都居住着数百万的，比如说伊辛人和伊环人以及德鲁克人。于是神就让所有大陆的文明都互相往来交流起来。在这2年期间，所有的人民都开始移动起来，互相访问、停留、四处走动，展现出自己的文明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然而旅程如此漫长，许多的人就渐渐失去了信心。在渐渐发展的过程中就有人呢开始渐渐的没有人注意神说的话，其中一些人在这些交流的过程中就迷失了。于是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要为我子民中失踪的这些信徒而唱哀歌了，因为这也将成为世界末日的记录之一。人类要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你的浅薄的知识，希望你们更多的是靠灵性而非字面的意思去诠释古人的记忆。因为古代的圣经不断的就警告人类要避免走向毁灭嘛，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说在这个时代呢，人们就渐渐的开始只关心他们的配偶的外形、美丽、体型优美、清晰的声音以及机智的对话的能力等等。神希望用各种策略、方法、仪式，努力的让人们意识到通过生命之树复活之路。但是即使在今天呢，大家都没有看到，
大家依然是母亲也会把女儿拱手让给富人，男人呢会用金钱来寻找浪漫的身体的配偶，他们所生下的后代呢都充满了罪恶。人类就哭喊着呀，说那个创造这些的神明啊，不可能是个好神明。神就告诉人类呢，没有遵守我的诫命呢，你们啊就会在荒野之中迷失方向。而在这个末法末期的时代呢，神为地球上的种族还开启了许多救赎之路，并且呢，人们在这条繁荣的道路上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黑暗呢就继续降临在了人类种族身上，数百万人又回到了野蛮的状态。黑暗的天使出现在了地球上，甚至拥有了形体，与人类住在一起，从事不以血下谈论的行为。因此在3000年之后呢，丹到来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之时，地球上的土地呢被黑暗所笼罩。当时的贾侯瓦神呢就遮盖了太阳的面纱，所以太阳多年以来都不会发出明亮的光芒，而黑暗呢就灭绝了这个时代的人类。能够活下来的人呢，将会迎来下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所以神就是告诉人类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反复当中慢慢的在提升着。每一个纪元的人类呢，都是在救赎之后自我膨胀，然后灭绝，如此循环反复。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别忘了我们的视频是3天更新1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汤的频道哦，拜拜，拜拜。